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为什么有匪没有火？当我看了第1集，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。昨天被女儿拉着一起看有匪，还满心期待。因为赵丽颖在《知否·楚乔传》和《花千骨》中演得太好了，所以对她出演的剧都比较有兴趣。可是看了第1集，我就不想看了，也终于明白为啥这部剧没火起来。因为赵丽颖在剧中的角色配音太出戏，一是音色不像她的原声，让人总觉得剧中说话的不是赵丽颖本人，但你明明看到的又是赵丽颖的脸，这种感觉很奇怪。二是配音和剧中人物的特点不贴合，也就是赵丽颖饰演的周斐是个武功高强、行事洒脱高冷的女子，可配音有些软绵绵，不够抑扬顿挫。应该说，周斐这个人物似乎比楚乔还要硬朗些，可是这配音的气势比楚乔差太多，让人听着很着急，有些难受。那个男主角的扮演者王一博，在《陈情令》里的表现确实很出彩，在《风起洛阳》里和宋轶搭档也很不错，可是他似乎不适合出演油腔滑调的角色，尤其是提起一个嘴角轻蔑一笑的表情，演得真是一言难尽。暂且先不说这个人，就回到前面说的那个问题上，其实赵丽颖本人的台词功力也是挺不错的。大热剧《知否》里的盛明兰就是她的原声，而这个角色让无数观众喜欢。也很好奇，为啥这部有匪不用小赵同学的原声呢？说到这，我不得不提刚刚播完的一部剧，叫《请君》。我一集不落的看完了，也是非常喜欢。无论是情节的悬念层层相扣，让人完全猜不着下一环节会发生什么，还是李沁和任嘉伦的演技和扮相，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。尤其是李沁的哭戏，简直太棒了。还记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灵族圣女云溪在寂静的树林里，抱着战死的陆岩泪流满面，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。终当确认他再也醒不过来时，云溪撕心裂肺般的一声大哭，我的心也瞬间揪住，眼泪唰地流了出来，完全没有防备。能让人跟着角色一起哭的演员，那不得不说演技是真的好。这样类似的好演技，往前追溯，我能想起来的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是《人生如故》里白鹿饰演的崔时宜，看到小南陈王临死时留下的遗书，上面用血写着臣此一生不负天下，唯负11时，崔时宜哭的那叫一个痛苦，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描述，反正就是你看了便觉得无比心痛，情不自禁陪他一起流泪痛哭。另一个就是《甄嬛传》里沈眉庄难产而亡，甄嬛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宫的道上，踉踉跄跄，悲悲戚戚，眼前浮现的都是眉庄昔日的身影。当她突然放声大哭时，很多观众坦言自己也瞬间泪奔了。所以演员有好演技，观众看起剧来真的能感同身受，也是相当的痛快和享受。然而请君虽然有好演员，而且配角也都个个演技在线，可是和有匪出现了同样的问题，那就是两大主演的原声台词实在有些差强人意。本来呢，李沁作为昆剧演员出身，台词功底相当牛逼，《楚乔传》里我们就见证过了。当然，在请君剧中，李沁的咬字可谓十分清晰，也是相当的字正腔圆，就算你不看屏幕，光是听着他说话也是极其清楚。不像有的演员，你不盯着剧情，可能就听不清他们的咬字。而且李沁的语言抑扬顿挫，温柔、调皮、愤怒、悲伤等情绪都能精准地用声音表达出来，让观众真切感受到。正是因为李沁的声音演绎太优秀，相比之下，任嘉伦的台词演绎就有些弱了，
太平淡，声音好像悬在空中，没有后劲。我女儿说这个哥哥说起话来像是饿了，尤其是剧集的最后面，任嘉伦临死前向于登登求婚表白，那么激动人心的文字，他念的实在让人听不下去，就像读课文。想想知否里有和此场景类似的剧情，就是顾廷烨向明兰表白的那一次，他说的是何等的有感情，让人记忆深刻。更糟糕的是，于登登字正腔圆、抑扬顿挫的声音表演，本来听着没啥问题，但在陆岩一直四平八稳的语言反衬下，没问题的也有问题了。有人觉得他太字正腔圆，反而不够自然了。哎，是不是有些众口难调啊？记得孙俪当年没有凭借《甄嬛传》获得最佳女主角奖，很多人替她觉得委屈。然而她之所以落选，和她用了配音有关。虽然她塑造的甄嬛形象很出彩，但是季关林的配音更是功不可没。试想一下，如果甄嬛的声音是蔡少芬同学的粤语普通话，你还会喜欢《甄嬛传》吗？没想到因为看了一集有匪，竟然想到了这么多。